今天我们来快速讲解一下刚刚进龙之国要注意的事情。老样子，不说废话，直接开始。早上8点的时候，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进阶你的段位，之后会重置你的赛季战力。记住，重置回100级以后，先进阶，然后星象升级，开一下龙国地图，再点床。然后请在8点05分的时候退出游戏，清理后台，这样重新进入游戏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打龙之国的国度了。哦，对了，赛季排行榜前10的玩家记得去望远镜那里领取称号。加速结晶的话，主流有3种用法。第一个就是开完龙之国1之后全部梭哈，这样你可以比别人更早进入龙之国2。第二个就是在距离升级还有2小时的时候使用一个。第三个就是国度全部开完女神雕像以后全部使用。这3个用法看个人喜好吧，我就不多推荐了。有些人喜欢赶紧转职就早点用，有些人不想半夜开图就睡前用一个升级，有些人就是觉得最后用的效果大于提早开图的效果，就最后用。由于 S2 赛季可以词条继承，所以龙之国的第一个副本风魔侠会开很久，大约2个星期。不仅是为了让普通玩家打下一个副本之前有足够的时间凑齐全套本赛季的装备，也是给大佬足够的时间凑神柱石刷词条。神柱石可以通过分解碎片获得，金碎片分解比例是1:2，红碎片是1:3。老样子，囤6次副本宝箱机会。因为第一个副本持续时间特别长，0颗维克虽然还是建议自己打碎片合成，至少在交易行买碎片的时候可以减少很多开销。小氪玩家只要能找到大佬带，就可以考虑前面最贵的时候全部出售碎片，然后算好下个副本开启的时间，再自己打点碎片合成装备。老样子，前几天不买。将军营普通355万战力门槛，能进门槛就可以。基础战力已经超过355万的玩家统一全部卖碎片，等1周以后碎片卖不出去了再分解，或者碎片贵的时候卖，后面卖不出去了再分解也不迟。尤其是那些在打风魔侠之前战力就已经超过260万的玩家，要是让我发现开将军领时候你们穿着全套金装，小心我晚上从你电脑屏幕爬出来找你。当然极品词条的情况另当别论，不缺诚心的大佬可以考虑不卖碎片，通通留着自己刷词条，或者拍卖行买神级装备。词条继承的玩法我就不做介绍了，自己去点小问号看说明。不过有爆神级词条的普通玩家有福了，早点出售，能卖好几万诚心。别等到后面3个暴击伤害词条只能卖1000诚心的时候再做决定。词条的话，根据自己的职业，输出职业优先满暴击率，骑士也同理，凑100%格挡率。想打 PVP 的可以考虑更多，就是要注意暴击率打格挡不好使。像我暴击率到达100%以后，就尝试堆100%格挡率了，看个人喜好选择吧。整个龙之国的战力崩坏现象挺明显的，所以很多中氪甚至大氪玩家就不能像以前一样带着一身陈装打后面的高难度副本了，可能需要自己囤红碎片。大部分玩家应该都打不过黄泉炼狱，这个时候就可以回头依靠阶位压制打黄泉，拿手通奖励。就是记得不要开宝箱。手上有小号的玩家可以刷黄泉炼狱赌雷神装备，一个武器3000多还是很好卖的。很多玩家都想要武器副手的时装，拿了时装再同价格卖给下一个人。普通玩家这个时候也可以通过阶位压制去速通金贝岛和没打完的幻想阶梯。交易所赛季初统统会涨价，和泽之国一样。想挣诚心的玩家抓紧时间，别等到后面一个金有5诚心都卖不出去的时候才想到赚钱。龙之国5开4转，也就是玩家等级106级，108级开幻兽实体化。4转和3转一样，不多讲，重点是讲一下固定属性回调的问题。玩家所有固定数值的属性，比如暴击率、格挡率、效果命中、精通等属性的收益，
为了匹配后期角色的能力加成，全部都做了改动。几万的精通，最后能给你带来的伤害加成只有不到20%。各位玩家需要注意一下，贤者可以这个阶段考虑直上流，也就是不依赖叠 buff 的方式打国度，或者冲幻想阶梯，等后面收益上来了再转回来也不迟。龙之国11会开放双影幻境，主要是宝石产出，两人组队只能战士和法师，但是可以通过无损转职的方式让2个同职业玩家冲排行榜。龙之国赛季中旬会开放新的扭蛋系列，遗物收集的差不多之后就可以考虑囤了。然后除了2个扭蛋系列，还会开放更多时装和换彩技能，具体的就不多讲了，没什么小技巧。总之，平民攒攒也能有好看的时装就是了。当你国度地图开完以后，就会有通天塔。通天塔的实际用处就是让已经大的一塌糊涂的国度地图不要变得更大，顺便策划可以偷懒。里面没有女神雕像，只有小雕像，但也不要忘了第一时间开。和国度地图不同，通天塔和金贝岛一样，每天早上8点准时开放。至于赛季养号的部分，我就不多提了，和 S1 赛季差不多，自己去看，或者我会单独出一期影片讲解。最后就说一下我个人对未来玩法改变的预测好了。从古剑城开始，怪物防御大幅度增加，就会出现怪物防御300万，但是你攻击力只有100万的情况。那这里就简单说一下攻击力吧。如果你的攻击力低于怪物防御，那么你的技能的百分比伤害部分将会是0，只能造成右边的基础技能伤害。所以我的预测是，术士贤者以及骑士玩家需要把重点放在精通和亲和来提升自己的伤害，因为这部分是不受防御影响的。麦斗士因为有强袭破甲，所以对攻击力的收益依然是在线的。我一直在尝试尽可能精简的做每一期影片，大家觉得我的视频简单易懂，没有废话，请给我个点赞和订阅，为我做更多支持。同时我也会大家持续带来更优质的影片，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遗漏的或者没讲清楚的地方，谢谢。